明朝成化年间，张德福所辖一带山村有一个名叫王喜的庄户人家。王喜为人本分，妻子早逝，膝下有一个独生女儿，名唤阿娇。阿娇年已及笄，出落的亭亭玉立，落落大方，是附近村落出名的美女。方圆村落垂涎阿娇美色的男人如同过江之鲫，多如牛毛，奈何阿娇早已名花有主。他的父亲王喜早早就给阿娇定下了亲事。阿娇的未来夫婿名叫李欣。李欣虽然平日里游手好闲，经常调戏良家妇女，但是李欣家境极殷实。他的父亲李鹏以做布匹生意发家，是当地的首富。李鹏所在的李氏家族更是当地的豪强大户，一向无人敢惹。这也是王喜愿意将阿娇嫁入李家的主要原因。李欣和阿娇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。李鹏财大气粗，自己的独生爱子结婚，所娶媳妇又是当地出名的美女。如此长脸之事，哪能不大张旗鼓操办？有道是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闹市有远亲。李欣娶阿娇过门的那天，李家府邸张灯结彩，宾客云集，好不热闹。李鹏更是从城里请来了当红的戏班子，准备在村子里连唱3天大戏。可等把戏班子接到了村里，如何安置他们成了老大难问题。李府宅地虽广，可是都安排了远方的亲友，根本没有住的地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李府的管家李经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。他对李鹏说道：老爷，我看不如把李氏老宅收拾一下，把他们安置在那里，那里地方也很宽敞，肯定能住得下戏班子，甚至可以直接搭台唱戏。李氏老宅是李家早已荒废掉的祖宅，和现在的李府只隔了一条街，是李鹏发家之前的住所。李鹏刚开始做生意，四处碰壁，后来重金聘请了一个江湖上有名的风水先生前来相宅。先生说此宅阴晦之气过重，并不适合做阳宅。久居不及，这才重新择的建了现在的宅子。李鹏如今听到管家如此一说，心中暗赞，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，连忙吩咐管家李经带着几个婢仆杂役前去打扫收拾一番，稍后腾出人手后，再派人去搭戏台子。管家李经众人到了老宅，只见宽阔的庭院中早已长满了齐膝高的荒草，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，两旁的杂草从石缝中生长出来，随着微风摇曳，几株古树在草中挺立，树冠向天空伸展，仿佛在向人们讲述它的故事。一座破旧的房屋立在庭院的另一侧，屋顶上爬满了常春藤。推开屋门，宅内尽是灰尘蛛网，满眼皆是破败之象。时间紧迫，众人赶紧清除杂草，扫除灰尘。好在人多不一会儿功夫，老宅基本上已经收拾妥当了。虽然宅内还是有些破败之气，但是相对之前至少干净齐整了许多。停了一会儿，搭戏台的人手也到了，众人齐心协力，露天的戏台很快就搭好了。戏班子先是唱了《西厢记》，
到最后压轴唱了一个包公戏。饰演包公的戏剧演员艺名唤作洪满天，是城里的戏剧名家。他的包公扮相端庄威严，唱腔宽厚雄浑，把包公的正气凛然。铁面无私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，直觉得台上的洪满天就是包公本人。霎戏后，夜也深了，一对新人李欣和阿娇步入了洞房，宾客渐渐散去。管家李菁把戏班人马安排到了老宅。洪满天和众戏子一进老宅，不禁心里嘀咕，主家也是一方首富，怎么给我们安排了这样一座荒宅住下？但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客随主便，既来之则安之。众戏子虽然心下不满，也只能凑合着先行住下。到了子夜时分，洪满天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只觉房间内有一阵阴冷之气，钻心刺骨，坐起来一看，只见床前跪着一个淡淡的白色人影。仔细一打量，只见来人披头散发，身着凶衣，竟是一个鬼魂。洪满天魂飞胆散，惊出一身冷汗，正要喊人，突然鬼魂口吐人言，悲悲切切地说道：包大人在上，民女李莹有冤情向大人陈述。洪满天见鬼魂竟然将自己当成了包公，前来喊冤，他忍不住生出恻隐之心，但他只是一个戏子，又如何能帮他伸冤？便说道：姑娘，老夫只是一介伶人戏子，并不是包大人，无法替你做主伸冤。再说包大人也早已作古，你还是到别处喊冤吧。冤魂泪如雨下，气道：都说关节不到有阎罗保老，可如今这世道竟然如此黑暗，就连铁面无私的包大人也被李家收买了。民女的冤屈看来终究是无法昭雪了。洪满天久视包公，心性自然而然地沾染了一些包公的秉性，当下便问道：姑娘千万不要这样说，你到底有何冤屈？可以细细道来。原来女子名叫李莹，生前是邯郸人士，2年前父母病亡，她只身来张德府投奔亲戚，在大街上打听亲戚家住址时遇到李欣。李欣见其年轻貌美，忍不住食指大动，设法把她骗到老宅，打算将其奸污，奈何李莹大喊大叫，誓死不从，更是扬言要去县衙状告李欣强暴民女。李欣冷笑一声说道：你知道知县老爷每年从我们李家拿多少银子吗？他敢管我们李家的事情。一怒之下将其掐死，尸体就埋在庭院中的第3块青石板下。掩埋完尸体之后，李欣未能发泄兽欲，犹自恨不已，大声说道：本公子让你埋在这里，永世不得昭雪，除非包公重现人间，李莹死后阴魂不散。终于等到了包公重现人间，这才现身喊冤。洪满天听完之后义愤填膺，有道是饥饿之家必有余殃。今天的新郎官李欣竟是如此狼心狗肺之徒，此处县令既然与李家有利益输送，我何不明天直接去求见府台大人？便对李莹的冤魂说道：
姑娘请回，放心就是。老夫定然为你讨回一个公道。”冤魂散去，洪满天一夜没睡。到了第二天，跟主家李鹏招呼也没打，直奔知府衙门。他与府台有一面之缘，当面向府台禀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府台震怒，命令捕头带人随洪满天先去李府老宅，按图索骥勘察青石板下李营尸首，确认尸首无误后，立即索拿李兴归案。众捕快很快就在李家老宅里挖出了李营的尸首，马上抬起尸首赶去李府捉拿李欣。李鹏对洪满天不辞而别一事极为恼火，见到他之后正要发作，突然看到他身后跟随的是知府衙门的捕快，后面还抬着一具尸首，一时大惊失色，噤若寒蝉。众捕快也不跟他废话，问明李欣的所在，直接将还沉浸在温柔乡中的李欣披枷带锁押往知府衙门。到了衙门，面对李营的尸首，又听说是李营的鬼魂喊冤告发，知道自己无法抵赖，只得低头认罪。府台恨李欣为非作歹，判他秋后处斩，又怜李营命苦，命令捕头找看于师，选一处吉壤厚葬李营。